全球芯片荒到来之际，中芯国际为何另辟蹊径？中国芯片产业将如何打破卡脖子的困局？芯片这项高新科技技术一直都是在西方国家的手中，这也使得许多发展中国家在芯片领域一直被西方国家卡脖子。但是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中国就坚定走自主研发的道路，争取能够在芯片领域取得重大的突破，从而实现自己自主研发芯片，完全不受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牵制。而中国在芯片领域的发展也是有所小成。据悉，中国中芯国际发布公告称，中芯国际已经和国家集成电路基金27海灵威订立了临港合资协议，共同成立临港合资公司。主要的目的就是斥资350亿元建立一座28纳米芯片的工厂，并且中芯国际还公布了自己在2021第3季度的成绩单。而根据这份成绩单，我们就能看出中芯国际实现了92亿的营收，其中净利润更是高达20亿。在这也是说明中芯国际在芯片领域也是取得了较大的收获。而对于中芯国际的此举，美国直言真是失算了。但是从这里看，大家可能都会有一个疑问，就是现在世界各国基本上都在高端芯片上花费大量的心血，而中芯国际却要建立一个28纳米芯片的工厂呢？这不是与国际发展的潮流背道而驰了吗？那么中芯国际的此举又有什么深意呢？为何会让美国直言失算了呢？我们接下来一起来看看是怎么回事。如今全球深陷芯片短缺的危机，台积电和三星的竞争也十分激烈，这也使得中芯国际在全球芯片紧张的时刻选择了另辟蹊径，而不去与这些高端芯片公司竞争，所以将发展的重点放在中低端芯片上，从而规避这些竞争的风险。而对此，中国倪光南院士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当今国际社会短缺的芯片不是高端芯片，而是中低端芯片。因此，随着中芯国际这座28纳米芯片工厂的落成，在目前中低端芯片的广阔市场里，很有可能会大大提高中国的经济收益，对中国的芯片发展会带来巨大的促进作用，中国芯片将迎来发展春天。所以从这里看出，在当今全球芯片短缺的当下，中低端芯片才是主角，才能创造出更大的经济利益。而这个会对美国有怎样的影响呢？为何会让美国直言失算了呢？因为自从全球芯片短缺以来，美国一直都想要掌控全球芯片研发和生产。前段时间，美国甚至还强迫台积电、三星交出自己的核心商业数据。而由此，我们不难看出，美国一直试图想要通过掌握最先进的芯片技术，来实现自己在芯片领域的技术垄断，从而使自己在芯片领域一家独大，而以此来限制其他国家的芯片发展，达到垄断芯片发展的目的，从而从中谋取暴利。而现在对于中芯国际合资成立了28纳米芯片工厂，这就是给中国芯片的发展注入了活力，也是为中国的半导体企业的发展开了一个好头，也能够使得中芯国际成为中国芯片企业的榜样，从而能够带动更多的中国芯片企业可以复制中芯国际的做法，这样就极大的有利于中国芯片技术的发展，可以有利于突破美国在芯片技术的垄断。因此，未来随着中国芯片工厂的增多，这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中国芯片的产能，进而满足中国对芯片庞大的市场消费需求。而且中芯国际所建立的28纳米芯片生产工厂，正好迎合了当下国际社会对中低端芯片的重大需求。因此，这既有利于带动中国建立中低端芯片生产工厂，也有利于中国在芯片领域收获巨大的经济效益。而且，这对美国所一直在推行芯片本土化发展计划是一个巨大的冲击，也是完全出乎了美国的意料。因此，这也使得美国不得不发出了失算了的感叹。而且，中国中芯国际所建立的28纳米芯片生产工厂也能够脱颖而出，一跃成为国际芯片的宠儿，从而可以在当下的全球消费市场中占据不小的市场份额。而这对于美国企业来说，就意味着自己即将要失去不少的市场，受到巨大的冲击，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因此，中芯国际此举极其不利于美国半导体企业在未来的发展和进步。虽然此前美国 IBM 宣布研制出了2纳米芯片，所谓2纳米芯片就是将芯片内部的电路直径缩小到2纳米，这对于科技实力的要求非常高。目前全球范围内制造芯片所采用的技术以光刻为主，想要将线路缩小至2纳米，
就必须将轰击惊人靶材的光束精度控制在2纳米，而要实现这一技术需要极强的技术实力。目前全球范围内还没有2纳米的光刻机，所以想要制造出2纳米芯片，只有通过5纳米光刻机多次进行刻蚀，不断提高精度才能够完成。所以美国 IBM 自己也是无法独立完成2纳米芯片的制造，因此美国 IBM 就找来了 AMD、三星、阿斯麦尔以及之前被自己出售的格罗方德半导体，而就是在这些企业的通力合作下，美国 IBM 才能最终制造出这样一颗2纳米的芯片。而对于世界目前的芯片技术，能够制造出2纳米芯片是非常不容易的，这也是一项令世界震惊的成就。但是令人遗憾的是，由于技术方面的限制，美国 IBM 还没有办法对2纳米芯片进行量产，所以我们暂时还不能在市面上看到2纳米芯片的产品出现。但是由于市场上目前对高端芯片的需求不是很大，主要是对中低端芯片的需求较大，因此美国 IBM 虽然研制出来2纳米芯片，但目前看来用武之地并不是很大，而是中国的中低端芯片会更加的受国际市场的欢迎。这也就使得美国和中国在中低端芯片的竞争中处于弱势，受到中国中低端芯片的巨大冲击。而从美国 IBM 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出人类在芯片领域的进步空间十分的大。虽然这也显示出中国与美国在高端芯片领域方面的技术差距将被再一次拉大，也会给中国的芯片企业造成更大的压力。但是有压力就有动力，可以激励中国芯片企业能够像中芯国际一样加速前进的脚步，紧紧跟随美国芯片发展的步伐，不停地努力奔跑，不停地奋进。相信中国与美国在芯片领域的差距会越来越小，中国芯片的发展未来可期。而中国在研制芯片的光刻机上也是取得了较快的发展。据悉，在近日，中国光刻机技术取得了巨大的突破。中国科学家在经过近7年艰苦卓绝的攻关，使得中国的超分辨光刻装备研制项目通过验收。这意味着中国拥有了世界上首台分辨率最高的紫外超分辨光刻设备。而中国的这台光刻机设备使用波长更长、更普通的紫外光，这也意味着中国国产光刻机使用低成本光源，实现了更高分辨率的光刻，这也是中国在光刻机上取得的重大突破。对此，专家说，光刻即将像其他被中国攻破的设备都成了白菜价。所以，随着中国在光刻机的飞速发展，这也将极大地促进中国芯片制造业的发展。坚持走自主芯片研发道路，极力地去突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技术封锁和压迫，加快实现自主研发，真正做到自己独立发展，不再受美国的制约，真正实现独立自主。